3月17到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邀对新西兰、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外长时隔7年再次访问这两个国家。18号，王毅分别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外长彼得斯举行会谈。彼得斯透露，该国总理拉克森及贸易部长麦克莱即将陆续访华。随后，王毅转抵澳大利亚堪培拉。今天早些时候，王毅同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举行了第7次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当地时间3月18号，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首都惠灵顿会见王毅。Foreign Minister, can I just say ni hao and welcome back to New Zealand again. It is good to have you here. This is your third visit to New Zealand as Foreign Minister. Our government has been in power now for just over 100 days, and part of our focus is on wanting to build our relationships with renewed energy and renewed urgency to make sure that we continue to grow our prosperity and also our security.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强调，新方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以纪念新中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增进相互理解，促进两国共同繁荣，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王毅表示，中新建交以来，开创了许多第一的记录，推动中新关系一直走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前列，成为双方值得珍惜和弘扬的宝贵财富。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成功访新和中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国视新西兰为理性成熟的合作伙伴，中新关系具有战略性、长期性。我们愿同新方打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升级版，构建和而不同的国家间关系，既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王毅还欢迎新西兰继续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期待同新方在巩固加强传统领域合作的同时，开拓科技、绿色、创新等新的合作增长点。中方愿同新方一道，加强团结合作，抵制冷战思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反对开历史倒车，维护人类进步的正确方向。我们愿意全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发扬我们的这种争先的这种传统，推动中新关系，为我们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力。同日，王毅还与新西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新既没有历史恩怨，也没有现实纠纷，双方拥有很多重要共识和广泛共同利益，互利合作始终是中新关系的主基调。双方要继续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不管国际地区形势如何风云变幻，但是两国关系保持着健康发展的势头。中新关系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稳定因素。我认为，相互尊重、彼此包容、聚焦合作、造福人民，这是我们两国交往当中最有益的经验。彼得斯表示，中国是新西兰的重要合作伙伴，期待双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推动新中关系在下个10年乃至50年实现更大发展。新方欢迎中国留学生和企业家来新留学兴业。彼得斯随后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王毅受邀品尝了当地精酿啤酒。据新西兰先驱报的报道，彼得斯与王毅是老相识。王毅上次访问新西兰是2017年，彼得斯时任新西兰外交部长至2020年。去年12月，彼得斯再次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两人曾通过电话。同一天，王毅还会见了新西兰贸易部长麦克莱。在1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经双方商定，麦克莱将于4月访华，双方还将于年内实现互访。另据新西兰媒体透露，总理拉克森也将于未来几个月访问中国。双方就各领域的务实合作达成了广泛共识，同意举行外交政策、贸易、领事、南太、气候变化、人权等领域的政府间对话，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便利人员往来，并就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保持积极沟通。中新关系长期走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前列，在贸易方面尤其突出。深圳卫视注意到，新西兰不仅是首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一个西方国家。2022年4月，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正式生效，再次走在前列。此外，新西兰是 CPTPP 协议保存方，中国正式提交申请加入 CPTPP 的书面信函就是交给了新西兰。虽然新西兰身处亚太，但是新西兰是一个西方国家，而且是一个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与新西兰有很多的共同利益，但也有不少的差异。在过去的很多年中，那么新西兰逐渐认识到，那么处理对华关系要以理性、务实和积极的思维，那么更加注重以新西兰国家利益为核心来处理对华关系，尽量避免外界的过多干扰。那么这也是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在结束了新西兰的行程后，王毅前往澳大利亚，首站访问堪培拉，并在今天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举行第7次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王毅表示，这已经是彼此第6次见面，每见一次，双方互信就增加1分，中澳关系就前进1步，这就是加强沟通的价值所在，就是不断增信事宜的积极进程。希望这一良好互动的势头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王毅还将在今天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自2022年5月阿尔巴尼斯就任澳大利亚总理以来，该国的对华政策开始逐渐调整，双边高层交往也逐渐恢复。从2022年底开始，该国外长黄英贤、贸易部长法瑞尔等高级官员陆续访华。阿尔巴尼斯本人也于去年11月访华，这也是澳大利亚总理时隔6年访华。外界注意到，就在王毅此访前夕，不少澳大利亚媒体都大量报道两国经贸回暖的新闻。澳大利亚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商富益葡萄酒集团12号透露，中方发布了一份取消对澳葡萄酒关税的临时提案，近3年来的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关税有望取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近日谈及相关问题时表示，接下来商务部将在综合考虑各方评论意见的基础上，依法按调查程序作出最终的复审裁决。深圳卫视注意到，中澳更多领域的合作也进一步打开局面。据澳大利亚人报17号报道，就在王毅访问堪培拉前夕，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长科肖也率团抵达北京，将与中方相关部门就打击毒品犯罪和跨国犯罪达成3项重大协议，同时庆祝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在北京开设首个办事处25周年。报道称，尽管澳大利亚在莫里森政府时期与中国关系不佳，但双方警务合作仍在推进。而这次访问也是近年来访华级别最高的澳大利亚警察代表团。中澳关系现在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阶段，同时呢，也面临不少的挑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保持中澳关系的改善势头，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那么是两国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那么王毅外长访问澳大利亚，更好地帮助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破冰前进。昨天，经过一整天的辩论，香港特区立法会3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3读通过後前往立法會大會，宣布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本月23號正式刊憲並生效。今日係香港嘅歷史時刻，係香港等待咗26年8個月零19日嘅歷史時刻，係特區第6屆政府同第7屆立法會終於共同完成光榮使命嘅歷史時刻，係香港特區共同譜寫光榮歷史嘅驕傲時刻。我哋履行咗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嘅憲制責任。李家超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符合3個原則，體現3個重要目標，以及有4個特點。李家超說，
3个原则已写入条文，包括“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根据基本法和2个国际公约适用于特区所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以及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应当按法治原则坚持积极防范、依法制止和惩治。3个重要目标包括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建立健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以及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保障特区居民和在特区的其他人的合法权益，确保特区内的财产和投资受法律保护，保持特区的繁荣和稳定。至于4个特点，包括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与香港国安法以及香港其他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互相衔接、兼容和互补。条例借鉴其他普通法地区的经验，但最终按香港实际情况予以落实。条文按现行普通法惯常用语编写，详细清晰、容易明白，以及完善过时及不足的法律。李家超在立法会发言后会见传媒，指出《基本法》第23条立法后，香港的好处会更明显。一国两制下，一方面自由开放发展，同时获得国家全力支持，保护香港维持原有生活方式不变，维持资本主义制度，马照跑，舞照跳，保有单独关税区及原有法律制度等。他说，营商和企业必须有安全及稳定的环境才可以成功，否则资金会有所损失，投资和营运会被破坏、被冲击。因此，安全和稳定的环境会使香港更吸引企业、更吸引投资。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也带领所有投票议员会见媒体。他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获得通过，代表香港踏入新一页，维护国家安全机制得以完善，确保今後在更安定的社會環境下締造更繁榮的香港。整個審議係公開透明，公眾係可以睇得到、監察得到。相信大家都認同呢一個過程係高質、高效同埋認真，亦都顯示咗行政立法關係嘅良性互動。審議呢個質素咧係達至新嘅高度、新嘅標準，為我哋日後嘅法案審議工作起咗良好嘅示範作用。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辦對此表示完全支持和祝賀。發言人說，保國家安全就是保一國兩制，就是保香港繁榮穩定，就是保外來投資者的利益，就是保香港的民主自由，就是保香港全體居民的人權和根本福祉。香港國安條例的制定實施，必將進一步築牢香港發展的安全根基，推動香港加快實現由治及興。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發表聲明表示，這是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又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標誌着香港特區有效落實基本法第23條規定的憲制責任，築牢了香港長治久安和繁榮穩定的防護牆，將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香港由治及興的前景更加光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也對香港特區立法會全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表示熱烈祝賀。公署堅信，有偉大祖國的堅定支持，有一國兩制方針的堅實保障，香港定能乘勢而上，開創新的發展局面，東方之珠必將綻放更絢麗光彩。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發言人發表談話表示，國安才能港安，國安才能家安。本月8號，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刊憲並提交香港特區立法會首讀和二讀後，法案委員會便在特區政府的全力配合下，加班加點加開會議審議條文。13號，經過連續6天密集召開20場會議後，法案委員會花了39小時完成逐條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全部181條條文。特區政府當晚隨即向立法會提出修正案。14號，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加會審議特區政府的修正案，最後委員會合共開會逾42小時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
香港特区立法会19日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加开会议，3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完成23条立法的历史使命。多名议员在发言时表示，他们相信把维护国家安全的这块短板补上后，香港轻装上阵，集中精力拼经济、拼发展。根据程序，草案恢复2读辩论后，先由相关法案委员会主席提出委员会意见。每名议员可以发言1次，上限10分钟，再进行表决。叶刘淑仪在2003年曾以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的身份推动23条立法。他在发言时表示，很高興如今能以議員的身份參與立法工作。係立咗法嘅呢，2014年，我相信我哋唔會出現咗79日嘅佔中，外部勢力咧喺香港搞出嚟，想顛覆香港社會秩序，推翻政府嘅政策嘅一項活動嚟嘅。然之後2019年更有駭人聽聞嘅暴力嘅行動，想推翻政府，想分裂香港出去。有超过80名立法会议员在恢复2读辩论中发言，他们一致支持立法及特区政府提出的修正案。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答辩时感谢全体议员毫无保留支持23条立法。他说，特区政府自从1月底就基本法23条立法开展公众咨询，在过去近2个月，在立法会、特区政府、市民及各界努力下，今天迎来草案恢复2读。强调政府立法目標是全面落實基本法23條、528決定及國安法所規定的憲制責任。香港自行訂立一套包含罪行、執法權力、程序同埋措施嘅完整維護國家安全法例，將會為全面係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方針提供堅實嘅保障。香港研究協會於3月5號至12號開展全港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成功訪問了1034名18歲或以上市民，有大約45%的受訪者十分認同及認同香港社會仍面對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顯示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美国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巨头英伟达18號宣布，公司正擴大與比亞迪等中國汽車製造商的合作。比亞迪將採用英偉達製造的下一代智能汽車芯片。這意味着，儘管美國拜登政府設置各種障礙，美國科技公司仍然視中國為關鍵市場。而對於美方試圖圍堵中國正在崛起的電動汽車行業，有美國學者就呼籲，美國不應橫加圍堵，這注定無功而返。Today, we're announcing that BYD, the world's largest EV company, is adopting our next generation. It's called Thor. 黄仁勋宣布英伟达与比亚迪联名的消息受到了在场听众的热烈鼓掌欢迎。据悉，比亚迪使用雷神芯片可以提高车辆的自动驾驶水平。此外，比亚迪还将使用英伟达 AI 基础设施用于训练自动驾驶大模型。除比亚迪之外，英伟达还宣布与小鹏汽车、广汽埃安旗下的高端品牌浩博等几家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和自动驾驶卡车开发商扩大合作。理想汽车和吉利旗下的极客品牌此前也表示将使用英伟达雷神技术。根据英伟达网站发布信息，雷神计划于2025年量产，算力是此前版本的8倍，更高的集成度将更好处理智能座舱、高度自动化驾驶和无人驾驶的海量数据，并将这些功能整合在同一个平台上，提升用户体验的同时，也节约车商的芯片采购成本。深圳卫视注意到，英伟达的雷神计划雄心勃勃，目前该公司的汽车芯片业务收入仅为2.81亿美元，但黄仁勋预测这一市场的潜在规模将超过3000亿美元。2023年，世界新能源汽车销量1428万台，中国独占63.5%。这意味着哪家芯片制造商能获得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的订单，就会获得更多的利润。但芯片领域是美国对华小院高强科技围堵的重点领域。此前，美方针对中国企业实施多轮出口管制措施，其中英伟达更是被美国商务部点名审核的企业。但该企业也以生产降低性能的特供中国市场版本芯片来稳住中国市场。路透社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程度高，又不吝安装车载娱乐设施，获得消费者的欢迎。因此，中国电动汽车领域是美国芯片企业的最为看重的市场
之一。但英伟达等美国芯片大厂所面临的挑战是，他们既要满足中国客户对功能强大芯片的需求，又要遵守美国对先进半导体出口中国更为严格的设障。作为辉达的执行长，他一定会看未来的10年半导体成长最快的那个部门。那最大的部门就是电动车，还有所有的自动驾驶类似的。那么他在这个部门里面寻找他最大的份额以及最高的附加价值，绝对是辉达重要的战略决定。同时呢，这个战略决定应该可以不受到美国对于那种极小的晶片、极高算力的晶片的那些限制，因为极小的、极高算力的这2个问题，对于一个非常庞大的车体来说并不重要。实际上，受美国政府打压的影响，英伟达的中国市场呈现萎缩的迹象。财报数据显示，虽然该公司去年的总营收大涨，但在中国区的第4季度营收增幅仅为个位数，仅为其全球市场256%增长率的零头。财务分析研判，2024第1季度也将延续这一趋势。未来中国业务能否保持以往在英伟达总体销售占比20%到25%的规模，资本市场对此并不看好。实际上，由于性能和投入不成正比，英伟达推出的特供版芯片在中国市场也逐渐遇冷。英伟达最新特供版 AI 芯片 H20 最迟本周4可以供货，但有中国的代理商表示 ，H20 的需求声量并不大，主要是性价比不高。国产算力芯片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最优的选择。美国《华尔街日报》也认为，在美国政府的种种限制下，从短期来看，英伟达处理器降级正在缩小它与中国本土竞品的性能差距，变相增加中国制造的芯片对买家的吸引力。过去一个简单的车子里面可能只有100个晶片，现在呢，最复杂的车子里面有7000到8000个，甚至有人说会高达1万个晶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发展中间，怎么样美国可以创造出一个非常高大的围墙，把它拦阻起来？我事实上看不出来。而且若是拦阻了，不是辉达一个公司的问题，是整个美国的晶片产业，你从设计到制造到最后的销售中间全部都会出问题。那么美国是不是就要把自己放在这整个产业的发展之外呢？对美国的产业真正好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在韩国首尔出席所谓第3届民主峰会，但外界认为这不是他这次亚洲行程的重头戏，菲律宾才是。目前布林肯已经抵达马尼拉，随后将与菲方高层会面，重点讨论南海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美方无权介入中非涉海问题，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It's why we stand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stand by our ironclad defense commitments, including under the Mutual Defense Treaty. Article 4 extends to armed attacks on the Filipino armed forces, public vessels, aircraft, including those of its Coast Guard, anywhe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布林肯此访是马克思就任非总统以来他第2次到访马尼拉。布林肯重提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4条，给近期不断在南海挑衅的菲律宾撑腰。菲律宾外长马纳罗则宣称，布林肯此次访问正值美菲关系的关键时期。他还透露，与美方重点讨论了国防议题。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责中国在南海的所谓挑衅行为，并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美方无权介入中非涉海问题，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也无权介入中非2国之间的涉海问题。美菲的军事合作不得损害中方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更不能以此为菲律宾的非法主张站台背书。拜登政府多位高层近年来密集访问菲律宾。3月11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访问了菲律宾，期间宣布了向菲律宾的科技行业投资超过10亿美元的计划，并帮助将菲律宾的半导体工厂数量增加1倍。布林肯这次又重申了这一点。不过外界认为，这显然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这与拜登政府推动的制造业回流美国政策相违背。此外，菲律宾也不具备发展半导体产业的产供链环境。所以我觉得美国拿准了菲律宾的脉，菲律宾呢也很清楚，这时候呢他还是有这种机会把美国进一步的拉过来，然后从美国换取更多的好处。
以此作为他跟中国进行这种外交对抗啊，那南海地缘安全政治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制衡的动作，来以此换取一定的回报。信强指出，布林肯访问马尼拉之前到韩国首尔出席所谓民主峰会，但颇为蹊跷的是，菲律宾外长却没有参加这一美国牵头、韩国承办的会议，这更凸显美方想拉拢菲律宾打南海牌的目的。那么，所以说菲律宾应该是此行的一个重点。在菲律宾访问过程中，我相信布林肯会对菲律宾进行大力的游说，甚至是施压，要求菲律宾一方面去配合美国的这个宣传论调，另外一方面的话，要求菲律宾在军事安全领域方面对美国做出更大的让步和妥协。